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咱们讲一下哈，在这个茫茫人生之中啊，人总是在某些关键时候啊，就遇到了幸运或者是不幸。那幸运的人呢，就可能是得救了啊，生命得到延续，或者是发财了，不再受贫穷。等等的啊，这些好事。那不幸的话，有时候刹那之间呢，就受伤了，或者是失去了生命，或者是落入了他人为你设下的经济陷阱，啊，钱没了，啊，所以幸与不幸之间啊，在这个世界上，这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啊。来，接下来呢，大家看看哈。网络上一些朋友们抛出来的视频，有这个，你看，什么是地？哦。让他过来看。一个看。这个幸运和不幸之间呢，你看刹那间，像刚才看到的，就是生死一线之间。有的人呢，看到有需要去帮助的事情，去帮助了，结果帮助他人的事，结果帮助了自己，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些发生的各种的事件之中其实仔细分析观察研究的话，说这里头都是有原因的。按照佛学来说的话，这可能会有人是说，幸运的人有可能是积德行善比较多，那有一些不幸的人呢，也可能希望要得到更多的这个善行让自己更吉祥，因为有这个功德呀，所以在看似灾难来临的时候呢，自己就得救了不受于危难，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人的这一生之中，应该是经历过无数次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于险境的灾难，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我们网友朋友呢，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像品尝美味一般好好分析琢磨其中的味道。觉真。感恩师父。首先呢，带来一个美国的网友小林他讲的故事哈，也请网友们一块儿听一听他这个故事背后幸与不幸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啊。小林呢，他从小在美国长大，那么呢，他也不是很信宗教这样的，只是说呢，就逢年过节呀，就到寺庙里边去拜拜啊。直到他后来嫁到先生家，才知道什么叫香火世家。她嫁到这个老李家呢，是台湾南部某一个小镇上的大户人家，祖上呢也出过官员，也比较积德行善，人家都说他们家是这种积德之家哈。那么她这个小林结婚之后呢，就是跟公公在一起居住。那公公呢可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他这个李家祖上就传下来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公公每天都去上香礼拜、敬水敬米从不间断。而且呢，他们家呢还供奉着一个祖宗的牌位而且这个牌位的前面还供着一盏长明油灯
啊。那公公呢，每天都要去添油，还要去擦拭啊。就这盏油灯啊，它是常年都不断，已经到公公这一代，已经都传了3代了啊。那公公也都有嘱咐说这个灯不断呢，才让我们家香火不断，哎，非常的兴旺。那公公在世的时候呢，这小林作为儿媳妇嘛，虽然她也不懂，但是呢，她也不好说什么，反正公公也退休没事嘛，就这么做。但是后来公公往生去世了，那这个责任呢，就传给了小林的先生，因为他是长子，平时呢也比较忠厚，也比较孝顺啊，那他就从爸爸的手里就继承了这么一份家庭的责任。一开始呢，这个小林的先生呢也是很恭敬的经常要是去这个拜佛呀、拜祖先的牌位呀，每天也都是去看这个油灯添油都这样。但是小林呢，作为儿媳妇呢，慢慢的就开始唠叨了，他说做这有啥用啊？你看咱们家本来这地方就不大，还养3个孩子，就光这点东西就占了整整的一面墙啊！你这看孩子还没时间呢，还天天还得鼓捣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就口出怨言啊，然后就说：“哎呀，你就别费那么大劲了，时不常拜拜就行了。”结果这个小林这个先生呢，也是耳根子软就开始慢慢就怠惰了，就偷懒了，也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去拜一拜。那也没有那么认真了啊，但是只是说这个油灯呢，他是每天还都是去看着是这样的。结果后来呢，他们又搬家，又装修新家，那这个佛台呀、祖宗的牌位呀，往哪儿放呢？也只能放在客厅里呀。然后这个小林天天看着这些呢，就觉得不顺眼，说我们这都是现代化的装修风格，然后有这么传统、这么土的这些东西哎呀，真是，但每天看着他的心里就觉得不舒服。终于有一天，就是过年前不都大清扫吗？哎，小林就把这个佛像还有祖宗的牌位收拾，就全都给放到那个储物柜里头了。结果他先生就看到了嘛，就说：“哎，你这样收起来不好吧？这爸生前都说了，这特别重要的东西。”小林说：“那爸也没说不能收啊。”哎呀，行了，收都收了这样吧，那长明灯咱还留着啊，你每天都那个把这个灯都点着，至少的话咱们晚上起来还有个亮就这么着啊。可是呢，这个事儿就开始转变了。过了一些天呢，公公的忌日到了。那小林的先生就作为儿子嘛，还是记得的就把老爸的照片请出来供奉在那儿，然后老爸爱吃的水果素菜呀就开始摆出来然后拉着小林说：“来，我们一起来祭拜祭拜爸。”小林呢也正在忙着事儿吧，心里又是不耐烦，然后就说：“哎呦，就风言风语哎呦，你说摆个照片，这个照片是能吃还是能喝呀？”就说这种风凉话了。哎，他正说着这个啪的一声，那个长明灯灭了。这俩人面面相觑，心都咚咚咚咚咚跳。奇怪呀，什么情况啊？这个屋子里头也没有风那个油灯里的油都是满的，怎么说灭就灭了呢？而且3代传下来，到他小林这儿都已经第4代了，从来没有灭过呀。这俩人心开始慌了慌了呢，结果也没祭拜，就2个人就灰头土脸，就各干各的事儿去了。哎呦，这慢慢的这就开始闹事儿了。本来这个小林呢，他是做工程的跟人家对方谈了一笔工程，谈得好好的然后就要开工了，然后去问人家收这个预付款谈合同的时候呢，对方突然反悔，说不干了，钱也不给。哎呀，这小林都抓挠的就跟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不行。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然后这个小林呢，她呢就是这个女主人呢，她在厨房里边切菜做饭。那平时都是很麻利的个人结果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样，鬼使神差的，那个刀就切到自己的手指头上，划了一个好长的口子，很深的，鲜血直流，赶紧就是跑到医院里边，又打破伤风，又缝针然后那护士还说呢：“哎呦，说你是不是平时不做饭呢？你们家的刀是新刀吧？怎么这么快呀？这刀子这口子切这么深这么长啊？”那小林还说：“我们家的刀平时我切肉都切不动，怎么切我自己怎么这么快呀？”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又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3个孩子中最小的那小女儿嘛，是夫妻俩最宠爱的，突然就发高烧，高烧40度啊，打了退烧针又烧起来，吃了退烧药又烧起来。哎呦，看着孩子烧得通红的小脸蛋儿哈，夫妻俩都特别着急。晚上就抱着这个孩子就哄他睡觉啊，抱着抱着，正在哄的时候呢，就听见这个孩子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爷爷不高兴了。”结果这2口子腾楞又坐起来了啊！不是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好好祭祀，或者是把这些收起来，真的是爷爷不高兴了吧？这回俩人更害怕了。然后就想，不管怎么着，明天第一件事赶紧去庙里哈，先给孩子收收经，我们也问一问，啊，然后他们就到了庙里，然后就找了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能通灵的一个师傅哈去问，啊，先是就是把孩子收了收经，然后呢，他们就把来龙去脉说了一下哈，就说孩子说爷爷不高兴了，说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呀？然后正说着呢，就看着前面通灵的这一位师傅哈，脸色一变。声音也变了，然后那眼睛里边就像要冒出怒火一样，看瞪着他们俩，然后就说：“你们俩这个不孝子孙啊！佛像传下来这么多年，让你们给锁起来了，祖宗牌位也不供了，我死了你们连祭祀都不祭祀，真是气死我了！”他俩一听，哇，那个声音神态啊，那个眼神就跟生前他公公一模一样。俩人都快吓尿了，扑通扑通，俩人全都跪那儿了，赶紧就磕头。哎呀，爸，我错了错了，你可那个放过我们呀，放过孩子呀哈。我们回去就供佛哈，对不起对不起啊哈，就连连磕头。啊，那回家之后呢，这回可是心诚了，可不敢了，吓怕了哈，就把佛像又小心翼翼的啊给供出来。然后把那个祖宗牌位啊，也是擦得锃亮哈，也都供好摆好，然后就是水呀、米呀、花啊、果呀哈，就全都供上了香啊，就这样。然后那个长明灯更是哈点得好好的，油每天都去添得满满的啊。然后而且夫妻俩呢又跑到那个庙里边去，给他这个公公啊去做了大的功德，又点了7盏这个长明灯啊。然后呢，就是也在那儿拜佛忏悔啊，就这样祈求祖先的原谅啊。然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呢，哎，这个小林的先生有一天回家就跟小林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前面这个让我焦头烂额的那个生意哈，今天那个对方主动来找我了，这个工程又归我了，而且主动还给我打了这个预付款。你说这是不是祖宗显灵啊？这么好的运气啊！对。”然后那个孩子呢，几个孩子也都是活蹦乱跳、健康成长哈，也再也没有生过这种怪病，都特别的好，一家特别的幸福。只有小林呢，看着手上这一道长长的伤疤，心里非常的清楚，哎呀，一定要敬神敬佛，一定要恭敬祖先，一定要为往生的亲人好好的孝顺祭祀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嗯。所以、就是这个很明显啊，他的祖宗生气了呀。对。哎，在惩罚这些不孝子孙了。对。哎。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信不信也不由你啊，那事情就会发生。对，发生到眼前了，你真的是受到这种惩罚了，自己有切肤之痛了，那你才能相信，才悔改。那这个其实是愚蠢的。对，就是。是。所以这种他的祖宗定下的规矩哈，后代是轻易不能改的。是。也不是绝对不能，就是你改了呢，你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对呀，你看他们家血光之灾，对吧？对。他切了手，然后事业不顺，破财。对，破财，还有孩子啊，身体的问题，可能如果再这样下去，说不定精神都会出问题。就他这个事，他不早点改的话呢，可能更大的事在后头。哎呦，你看后面还有，对，因为老爷子很生气呀。在这个惩罚之中哈，给你手啊切个小口子，根本不算惩罚。是个提醒而已。对，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个很麻烦啊。所以他这故事人家总结的也很清楚呀。是。对，这个我们听得很直白。对，所以就警示我们哈，真的是要恭敬神佛，要孝敬祖先啊。对，是。对。
好的，好的，这个网友也是哈，把自己的这个事情哈，惨痛的哈，也都写了一下。师傅，我们也送给他一份吉祥的礼物，也给他压压惊。好的，好的，好。好。好，那我们送给小林呢？你看这个青瓷茶具，还有菩提的普洱茶哈，这样一套哈。对，真好。祝你健康长寿。如意吉祥啊，身心全家安康啊！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说到祖先跟我们的关联了，接下来还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是马来西亚槟城禅堂这边的一个力婉他给我们写的故事。他说2019年5月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当时摔了一跤，然后走路非常疼。说实话，那时候呢，妈妈其实已经挺高寿了，大概85岁然后85岁虽然就是比较老呢，但是身体还很好，然后每天还能去逛街买菜，还跳广场舞，然后有空还给他们做吃的，所以就大家觉得他摔了一跤应该不会怎么样就是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呢，没想到2个星期后，这位妈妈就过世了。然后这个发生的也比较突然嘛，所以当时这个力婉呢，她也非常难过，因为跟妈妈的这个关系非常好嘛，然后觉得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开始每一次想到妈妈呢，就会掉眼泪，非常非常的难过，眼泪都止不住。那当时呢，因为就是太过思念了，太过难过，他也是那段时间经常梦到妈妈，1周能梦到3次。那他这个梦呢，每一次梦都有一个场景，就是妈妈会告诉他说我的腿痛然后妈妈还要他背着他抱着他就走，因为妈妈就走不动了嘛。然后他经常呢做完这个梦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难过，都会哭的。那就是做完这一些梦之后呢，这个力婉开始他在现实生活中，他自己的脚，他自己的腿也开始痛了觉得就是腿抬都抬不起来，只能拖着脚跟一拐一拐的走。那他看了很多医生呢，也做了按摩，做了针灸，结果都一样就是没有用，还是很疼。那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年纪就是这个腿脚退化很正常，你就少一点走动吧，多躺躺。那这个力婉想，他当时才54岁呢，怎么这就退化了呢？对，所以呢，就是他一直就是有这个问题，直到2020年碰到疫情，他哪里也不能去嘛，只能闲在家里。他有一天就是刷手机的时候看到师父的 Facebook 然后直播直接跳了出来，他直接点击看看，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反正闲着也闲着嘛，然后他就开始天天就是追师父的直播，成了师父的忠实粉丝。那在直播里呢，他也看到很多见证，就是很多人分享他们的病情好转，他也觉得心动了，就写了一封信给师父，说他腿痛的问题，还有经常梦见妈妈的这个问题。那因为他处于的位置在马来西亚槟城嘛，然后很快他就得到一个回复说建议他去那边我们当地的明月禅堂，槟城明月禅堂去上个课。那他也就是到了禅堂去呢，就是禅堂的那个师姐就给他建议说，我们即将要开一个健身班，那他也就是说可能对我这个腿能够有帮助，他也就报名参加了。那就报名参加这个健身班呢，这个健身班中有一天就是一个环节就是为亲人念佛。那念佛之前呢，老师有跟他们提示过，如果你有梦见有往生的亲人在受苦，那我们在世的人呢，需要多为他们念佛做功德，才能帮助到他们。那就是力婉就想起，他妈妈就是经常梦到妈妈腿痛又走不动，他也非常难过，非常希望就是佛菩萨能够帮助他妈妈能够往生善处嘛，所以他就念佛前呢，为妈妈点了3盏灯，然后就开始真诚祈请佛菩萨来加持护佑接引他的妈妈。那就是没想到就是供完灯的第3天晚上，力婉做了一个梦。他梦里呢，他其实知道他妈妈已经往生了，然后场景就是一个机场，他捧着妈妈的脸边哭边问他说，我来世要怎么认得你呀？
那这个场景呢，就是机场的入境处，光特别特别亮。那一刻呢，他说他知道他妈妈要走了，而且要去的地方是个很亮、很平静的好地方。从那以后呢，他就没有再梦见这个妈妈了，而且他这个腿痛的问题呢，开始慢慢好转。后来他也来上过几次禅修课，然后腿的这个疼痛的问题完完全全的就好了。那他说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和菩提共灯，让妈妈得佛光接引，接引到光明的善处，也让她恢复了健康，真的是应验了有佛护佑，祖先好，后代更吉祥。再次感恩师父。他这个故事也是挺神奇的，就是妈妈腿痛哈，然后呢，他呢也跟着腿痛。对，你看，就是都说这个阴阳两隔呀，结果这个信息还能这么准确的传达过来。对，师父您说，对他这个就不光是接收到妈妈信息，好像连那个，因为他真的痛嘛，对吧？对，还真的就接收到了哈。对，他那也会有人问，这个灵魂还懂得腿会痛吗？是呢。我觉得可能都有。他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哈，我们现在所说的生命，站在地球的人类来这样说，实际上有很多的生命活着的生命状态，并不仅仅是我们现在互相看到的状态。就我们所说的阴间另外一个世界。甚至是还有多重的另外世界。就像有人说，到底这个外星人到底在哪个时空里头？对，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开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航天器和飞机哈，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但是，当有一天，因为某种仪器、某种开发到最新更新鲜的一种什么机器和仪器的时候，可能我们跨向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就像人死了那个灵魂过去一样，就刷一下就过去了。对，也不用坐那个航空飞船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在那里的生命呢，它同样有着很多的感受。比如说这个人死了之后，这个灵魂到那边，他死的时候就是他的腿一直在痛。灵魂到那个世界之后继续痛，还痛。但是托梦呢，给这个孩子。对，他这个那你们猜一猜，为啥让这个孩子也腿痛呢？就是可能要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妈妈需要帮忙嘛，是吧？我不是太知道为什么。就一般我们有时候谁都有卡住的时候像觉真卡住了其实就是它是血缘关系，就有点像欠钱欠债一样，就是父母的钱父母没还，有时候经常是说孩子也接着还。比如说在乡下农村里头，你妈妈借了别人200块钱，结果呢没还钱，人就去世了。那你作为后代要不要跟着要背负这个债务？要。那你父债子还嘛？那你说你不还，邻居乐意吗？不干呢。对，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咱们一个村里的，是不是你妈借了钱走了没还，你作为子女的你就应该还，对不对？叫父债子还，母债女还。对，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不管法律上是否行得通但是在人情上是这个样子。这个真是说的就是有点神秘了。对，因为我们在世的话，我们讲这种疾病遗传，这个大家都能懂比如他妈有这个腿痛关节炎，孩子也容易得这个腿痛关节炎，这种关系就懂。竟然你看这个母亲往生之后，她没有还完的这个痛苦病痛的这种业债还让传承到子女身上来，继续受继续还如果深解一下的话呢，就是业力母债女还的时候，或者母债子还的时候，它是一份业力。对，是欠的。比如说我砍那些猪腿的时候，我是为了喂养你们。为了喂养你们，可是让我呢在承受着这个造业之苦。承受着造业之苦，因此我现在腿痛腰痛。那么这个痛其实和你们相连着的，
对，因为你们的需求，我才杀的猪呀。就是这样子。对，那所以妈妈痛，孩子跟着痛。是啊，如果孩子不认账不还，接着痛，你的孩子还要接着痛，真的就是3代4代接着痛。对，你看这种业力的遗传，对，并且越往后传，这个债就加了很多利息。是的，它不是3%、5%啊，都是1比1的还了。啊，比如欠了100，再增加100，啊，这是1年的利息哈。那10年呢是多少钱来的？那很可怕，滚雪球哦，庞大的一个债务。是，有的就从100块钱你还到100万去。对，对比高利贷还厉害。真的，这个业力的这种经过时间上的这个传承啊，像滚雪球。对，好在师姐后来来到禅堂，然后知道做功德，对，来帮着还这份业力。然后他梦到他妈妈在梦中又往生了嘛，而且去往那个光明的亮处哈，就好像那个对，在飞机场告别一样的哈，对，就说明这个债就是他妈那边至少还了哈。然后咱们这个女儿呢，又经过一段时间，又修行啊，又做功德呀，哎，这个腿慢慢的也不疼了，因为是还了很多了，对，并且妈妈呢往生善处。对，因为在飞机场，飞机不往天上飞嘛，往高处的哈，对不对？哎，它不是钻地道往地下钻哈，这是2回事儿。对，所以要飞起来往天空嘛，而且还很亮。哎，这是个好的现象。对，是。所以这孩子呢，来修法哈，你看往生的母亲都沾光。得度啊！对了啊，是孩子也沾光啊，要不都不知道凭啥腿疼啊？对不对？这个母女俩是互补哈。是的，一个是说母亲的业，女儿跟着背。但是女儿的功德呢，哎，妈妈得解脱。是的，对，挺好。这个真挺好的。但师父，我也有一个问题哈，他这个母女俩，他们这个感情很深厚哈。对。母亲去世之后呢，就这个女儿每个礼拜都做梦，都梦到3次以上，就这样哈，就说明这个联系非常的紧密啊。然后我们像在禅堂里有听说过，那天就是有一个印度人嘛，印度的一个女的要问师父嘛，她父亲去世了24年，可是她跟她父亲关系很好，又很怀念去世的父亲。把那个父亲的遗照片就放在自己的钱包里，放了整整24年，啊，几乎每天都看着父亲的照片，尤其心里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还跟着是向着这个父亲的照片，还得念叨，要吐露心声，得到安慰一样的啊。这倒不是好事。对，然后他听了师父的开示，他也怕了。还又来求证，说这样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我让我爸也不安宁啊？哈，对，然后师父也确实说了，确实也不安宁。为什么他那么多的那些麻烦是非啊？对不对？是他的问题也多嘛？他人生中他的病痛，他也得了不好的这个病啊，然后人际关系方方面面也是不好。对，为什么他处在一种要快爆炸的轮胎的感觉哈，是躁，总是一种非常狂躁，所以说就好像这轮胎啊打过多了气进去啊，太足了，就随时就爆，见谁都想发作，对不对？那这样的这种能量从哪来呢？从他爸那儿来呀。至少有借爸爸的这样的负能量，因为爸爸是个火爆脾气啊，对，他说嘛，他们家人都不喜欢他。哎呦，他所有的亲人都离他远去了，对不对？都成了孤家寡人，对呀，并且还染出重症，对，那这个重症与他的这个火躁的那个对那个情绪有关系，对，所以就是再一次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往生的亲人，不管我们多么的思念哈，多么的爱，就是该放下，一定要放下。对，所以说这还有一个呢，我们说的时候，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师姐是说，她拿她父母都往生了，父母都往生之后，还和他一起的合照哈，她把它变成这个手机上那个屏保，想天天看，一天看好多次。就你手机一打开，先看到有个图片嘛，就是这样的一个阴阳隔世的全家福，我说也不好。会引出很多麻烦，是，对，
那这个手机屏保这个问题，香可有想法吗？就是放一些吉祥光明的东西，看着给我们带来正能量。对，哎因为这个手机我们每天都开好多次，对吧？其实就是在提醒自己的一个情绪啊，一个能量的感觉。那所以我提醒大家哈，比如说往生的，无论是哪一辈的亲人，就他的照片至少不要在手机一打开就是这张照片，或者钱包一打开就是往生的照片哈，这个至少没那么吉利。对，你的去世的亲人不会害你，但是他是阴阳两隔哈，是阴气过重，不会让你沾光的，所以当时哈就在场，我记得香可问我吧，就是说那师傅这个比如说钱包啊或者手机屏保这个照片用什么样的好呢？我觉得首先是第一个啊，先是美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女生吧哈，女生觉得你看着心里很舒服的一个美丽的东西，我是说不一定是非常不好的刺激的，而是代表平静中快乐的感觉。对，比如说我呢喜欢这个古老的完美的建筑，我放一个屏保照片，放一个古老的这样一个漂亮的建筑，我看了之后不是哈哈大笑，而且很好看啦。对，我觉得真的会喜欢哪一种？我喜欢就是美丽的大树啊，还有大海呀，就自然景色。对。香客你？我喜欢师傅的墨宝。师傅的墨宝。对，师傅画的。算你有眼光比如上头写的放下呀，开悟呀。对，我们这个今天资料中都没有哈。对，就是墨宝，就是师傅写的，会有师傅个人特色的，类似画一样的写的这些字哈。那香港喜欢这种那么有时候师傅画的画你也喜欢，把它做成屏保也可以。你觉得可能是健康吉祥的，对至少是心生平静加欢喜的，这样的一种形象的内容就比较好。对，就不要一看就很受刺激，也不行无论是惊吓的刺激，还是喜悦超常的刺激，那都不合适平静中带点快乐这样的欣赏的感觉的，这样的图案和内容就是比较好。对，对，感恩师傅提醒啊。还有像那个钱包里的话，我们不要放那个往生亲人的照片，反而呢就是放这个像黄财神的吉祥卡呀，还能让我们带来财富哈。对，或者是师父的这种吉祥卡呀，给我们带来吉祥的护佑啊。佛菩萨像也可以。对，佛菩萨像的吉祥卡，对，这个特别的好。黄财神的也可以。多好呀，黄财神的。药师佛的，都很好。是的我们都有这种信用卡尺寸的吉祥卡就专门放钱包的。是的，是的，对。好的，那这个那个师姐呢，她提醒她的就是从她这个问题讲到的，刚才讲说往生的亲人离开了以后最好放下哈，但也不是讲不祭祀，而是在一年重要的节日的时候，像清明啊、盂兰盆节呀，还有忌日的时候哈，这样我们认认真真的去祭拜就好了，就不要天天的去思念。好的，对，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也给这个师姐也送一份礼物。好，好，给这个丽婉师姐呢送一个黄铜铸造的金刚杵哈，能够护身护佑，把它带着随身的包包里头哈，这样的话就避开一些不祥和的不吉祥的那些能量让自己太好了，对，一顺百顺事事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那接下来又是一个美国的见证一个故事，来自美国硅谷的欣欣。他呢是儿子22岁，正好大学毕业。那他听到师父开示说呢，就说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要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祭祖
啊，这样呢，就是也让孩子认祖归宗，也让孩子学会这样良好的传统哈。那么他呢就听话照做了，因为也没有办法回老家嘛，他就拉着儿子一块儿看师傅的直播，为祖先认真的念佛，而且呢也去停车场给他的祖先烧了纸哈，而且还让儿子到我们的菩提禅修网站上给祖先啊去供灯啊，是这样，就是各种功德呢都认认真真的做了。哎，正好隔了几天呢，就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面试啊，结果这个面试呢，儿子回来就说临场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意啊，因为他呢也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啊，有些会的呢他也如实的回答，结果人家问他说这个技术你会不会啊？他说我不会。那个事情你做过没有啊？没有。有3个问题他都不知道，然后但他都诚实的就回答了，但是他也说了我可以学哈，我有好的学习能力。他回家就跟妈妈说，完了，这肯定是没希望了，我都不会，对吧？结果没想到第3天，哎，人家那家公司给他打电话了，说啊，你被录取了，你拿到这个工作了。然后他妈听到了，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说这是咋拿到的呀？然后他儿子说，这肯定是祖宗显灵保护我了，保佑我了，不然我怎么拿得到啊？真的，对，这样都能拿到工作，对，但什么都不会。他的品格也挺好，也诚实啊，也什么，但是真的这个很难讲，对吧？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对。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给祖先做功德，护佑这个子孙呢，哈，这个因果关系来得特别快，特别的好，立马受益。真是不可思议啊！对，他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这个妈带着他上停车场去给烧纸，因为我们在北美确实是哈，不太容易找地方，这没地方烧。对，确实不容易，可不容易了啊！是，他可能找个没人的停车场，对，很真诚的把这个事儿干了。我们前些天在这个文华禅堂有个那个师姐跟师父咨询，也是她也是很怀念自己的往生的妈妈、爸爸，然后天天在家里就是供香，结果她也是老做噩梦，老梦见她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父母的灵魂在她的家里啊。然后他咨询师傅也给他讲了刚才的那个道理，让他放下嘛。然后后来我又跟他聊天，我说你就给他们好好的烧纸啊，要做祭奠。他说我烧啊。我说你在哪儿烧？他说我在我们家壁炉里烧。我说啊，你不要在壁炉里烧。他说我还在我们家后院烧。我说你也不要在后院烧。对，我说最好的还是要到这个道场。对，首先到这个道场，真的修行的道场，来通过佛菩萨做功德的方式哈，来护佑祖先、祭祀祖先。另外的话，还是要远离自己家里所在的那个地界儿哈，到外面去找个地方合适的地方去烧一烧。对，这个也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欣这个妈妈就很聪明，找个没人的停车场，对，然后也给祖先也烧纸了，也祭拜了，对，挺好的。这种事儿可以不信哈，但是实际这种感应呢，哎呦，可灵了，是可灵了哈。对，你比如说那个按照温哥华时间哈，是这边的是昨天是清明的正日子。清明正日子，对。那我们就是禅堂也为大家做的功德哈，为这些祖宗们烧的这些纸哈，对，都烧得很吉祥。我相信呢，就是当时有很多发心哈，去这个祭祀祖先的人哈，像在温哥华禅堂这边的很多人，我相信啊，也都得到了你和祖宗之间的某种感应和沟通，啊，就是我们啊做完这个法会，还有这烧完这个相关的这个祭祀品之后，有些人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在当天晚上就是开始见到了你已经往生的亲人，对，对，是很灵验的，是非常的好。我是说，像3-5天以内吧，哈，应该70%-80%的人都在那梦中与往生亲人相见，是真好。对，所以你就感应到这样和这个祭祖的这个作用力啊。对对对，是，对对对。所以远在美国的朋友呢，一样是得到保佑哈。是的。对。
好的，师傅，那我们给欣欣和儿子这个母子俩，好也给一份奖品。好，好啊，这个你看，认得出来吗？绿松石的锁骨项链。对对对，好美啊很长的哈，这对，是这个非常项链漂亮，这是项链，对对是对。还有呢，这个八卦衣，龙釉 T 恤，这不是八卦衣了哈，哦，这是干什么都可以的，干啥都可以的，对全能的禅修衫哈。是对，还记住这个名字吗？龙釉，对，龙釉。对前面有金龙，后面有青龙。对，这正好符合阴阳哈。哎，能平安啊，吉祥的啊，度过这样的一个烽火年哈。对，好，这一对母子吧哈，祝你们健康吉祥啊，长命百岁。收到。哎，佛光普照。收到，感恩师傅。那师傅就是说到这个供佛心想事成哦，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美国网友给我们带来的故事，他是旧金山的 Frank， 他说他今年35岁，然后2017年的时候呢，他递了那个美国绿卡的申请，然后他当时递进去呢，其实一等呢都等了8年。就是这绿卡不容易拿，对，然后移民政策又一直改嘛，所以他一直在等这个绿卡申请哦。然后他咨询了律师呢，得到的回应都是不乐观啊。然后到了今年1月份呢，他跟随他的母亲来到菩提禅堂，为他的那个绿卡在禅堂求了一个签。那求了这个签呢，他拿到一个中签，签文说前路仍有波折，但并非完全无希望。所以这位Frank 呢，他赶紧就为自己点了一盏49天的满愿祈福灯，就虔诚祈请佛菩萨为他指引好的方向。然后母亲呢也劝他说要投入更多时间在禅堂做义工服务，来积累功德，就是希望他早日能够心想事成嘛。同时呢，就是在隔月呢，母亲还为他再点上了一盏特大满愿灯，诚心祈请佛菩萨加持，让他早日获得绿卡。那非常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在他点灯后的不到1个星期呢，这位 Frank 的绿卡的申请就批下来了，他就真的就拿到这个绿卡啊。然后他非常激动，双手都在颤抖。他等了8年的这个绿卡呢，就是在他供灯不到1个月之后就拿到了，成功批准。这也太神奇了吧。对，他说他现在能在美国安心生活，衷心感恩师父，感恩菩提禅堂。这也太神奇了，这也太祝贺他了。现在在美国拿身份多难了，太难了。哎呀，对，很多是有绿卡都不行。对，哎，你没绿卡拿到绿卡，在当今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对，哎呀，真是恭喜他，不可思议哈。对，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事儿也是让我们有这个启发哈，就这种事情这么难的话，人搞不定的，咱们就求佛菩萨。是，对，是。真是佛菩萨护着你，应该是几乎什么事儿都能给你完成哈。反正对佛菩萨来说，这都不是事儿，这都不是事儿，只要我们去真诚的祈请，好好做功德。你看他去禅堂啊，做义工，做义工，对。其实，在禅堂真正好好做义工很重要。对，佛菩萨就会来观察你这个人哈，是否值得帮助，看你有没有那个诚心，你只要有一份诚心，就通常都会得到帮助的。对，这个真好哈，真好。好啦，那我们再给他一份礼物，让他更开心吧。好，Frank 有福了。对，哎，看。这个是应该海蓝宝嘛哈，海蓝宝手转多漂亮啊！这海蓝宝哈，而且也很适合今年。你看看，那么油润的哈，这种朦胧的透着光哈，哎呀，这个男女都能戴哈，对，真漂亮。海蓝宝哈，对，再一个你看金刚杵，哎，对，这2个宝物呢，来护佑着你哈。如意吉祥哈，收到。这是娘俩嘛？对，是娘俩。他的妈妈是。对，是他妈也帮他嘛？对，娘俩哈。对。这个呢，
给这妈妈哈好金刚杵呢给 Frank 啊，冲破障碍啊。对，祝你们的母子呢如意吉祥，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接下来也是一个供灯得吉祥的哈，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槟城禅堂的荣运师姐。她说2021年的时候，她的儿媳妇怀上了第一胎。那你说这儿媳妇怀胎，大家多开心呐，一家人都特别的高兴。到了第36周啊，就其实再过1个月就生了哈。然后去做产检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个胎儿啊，这脐带绕颈，就是脐带把胎儿的脖子给缠住了，而且呢，这个胎儿已经没有呼吸了。哇，这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大家一家人怎么能接受这么一个悲痛的消息哈？又悲痛又伤心，又不愿意相信，结果又去第2家医院又做了个检查，可是结果还是一样的啊，胎儿已经没有呼吸了。所以家里就经历过这么一场不幸哈，大家是很痛心呐。到了2022年呢，儿媳妇再次怀孕了，哎呦，这大家也是心情很复杂，又开心又担心哈。然后呢，这回呢，就我们的这个荣运师姐是婆婆嘛，她就到禅堂点灯，整个孕期呀，她就一直点着灯啊，就希望这个佛光保着这个胎儿哈，能够平安。然后呢，她这个胎儿到25周的时候，那是婆婆更加了一个49天的大的祈福灯，因为师父有讲过，就是当你遇到重要的大事的时候哈，要点49天的灯啊，那才更灵验呢。所以她就祈求这个母子平安。到了30周，又点了第2盏这个49天的大灯，还是真诚的去祈福。好了。到怀孕36周的时候，又去做这个产检了，医生一检查不得了，又脐带绕颈了。就是这一次呢，吓人啊！多吓人呢！就这一次好在是胎儿还有呼吸，胎儿幸好还在存活着啊。那么，一家人又紧张起来了哈。那医生就说：“你赶紧住院吧，我们24小时监测哈。”哎呦，这个婆婆又回到禅堂，又点灯啊，就又点这个7天的灯哈，就为这个媳妇，为这个胎儿，所有她能想到的冤亲债主啊、历代祖先呐，所有的哈，全都给点上了灯啊。那7天过去了，就这1周过去了，就到了怀胎的第37周了，医生说可以做剖腹产了。那么呢，好在这个手术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哈，那母子平安，这一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啊哈，见到了这个孙子，这呀真的是太好了。那现在呢，孙子活泼可爱，已经3岁多了哈，一切都非常的安好，所以我们的师姐非常感恩师父，感恩菩提的供灯，让他们一家享受天伦之乐。这也太好惊险，真的是呀！怎么会2次发生同样的？我也想问哦。对，师父，这有什么说法？从表面看，就是这个怀孕妈妈哈，就是她的体质，就是她这个怀宝宝这个子宫结构就那样子的。只要怀孕，就可能出现这个脐带缠颈这个现象。对，就像也不叫魔咒吧，就像一个种特征。这就是她怀孕的特征。那这种特征，那你说好不好？不好，不好，这太危险了。这个太危险了。对呀。对，所以这种东西呢，如果从深入来说的话，又到了因果里头去了。对。那我讲一讲，说，我现在想起来哈，那在1991年的时候，我到这个中国广东广州，去弘法的时候，有一个老林，他姓林嘛，一个老先生，我就叫他老林啊，他就有类似这么一个故事，很惊险啊，这老林呢是广东的潮汕人。广东潮汕人就像广东的另类一样，非常特别的这样一个大族类，就是他的饮食干啥的，就是和一般普通广东人不一样，而且个子也比较高，这很奇特。
这个老林呢，他自己呢就是只生女儿，不生男孩哦啊，就是可能有2、3个女孩哦，哎，就是为了所谓传宗接代的概念哈，因为潮汕人很传统，到今天都是非常传统。那么他就在亲戚的朋友介绍下呢，就早年的时候就收养了一个这个养子，也算是一种就是过继给他这个儿子，但是不是他太太亲生的，就这样，他也是非常爱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呢，就发现慢慢养大之后，去上了学读书之后哈，就是小时候和我差不多，就不是读书的材料，好不容易上到了个中学，叫老师给他开除了，赶回来了。说这孩子哈，不管把他放到哪个班里头，这个班的这个老师哈，就没办法涨工资了，这个成绩啊奇差无比，就跟着哪个老师觉得是颜面无光啊，所以只能把他开除了，就是分数太低太笨了，老林也认了，这养子养了这么多年，就像亲儿子一样，这个咱没有能力来读书考大学，总得要谋生啊，最后这家老林的母亲就是孩子的奶奶哈，所以这个读书比较不好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小林吧他一看小林这个样子，说全家人都着急，最后奶奶说，没关系孩子，大不了呢，奶奶有做烧鹅的手艺，就把这个鹅怎么给加工一下之后去卖肉，咱祖传的，别人我还不教呢。这为了安慰这个孩子呢，孙子我只教你，我就是喜欢你，就教这个孩子怎么样做这个烧鹅之类的，其实最后呢，奶奶就是说买了一些鹅来之后，怎么给杀了，做怎么加工工艺我不知道了，他们叫烧鹅，完了之后奶奶负责来做熟，这个孙子呢，这个小林呢就负责给推出去卖，而且每天还有定量，他说一天卖多少呢？最一开始的时候，一天卖个10只8只，后来1年以后闯出名分来了，这个一天卖50只烧鹅，哇，那真不少啊！他的月收入，那个时候1990年之前的时候，90年之前的时候，月收入2万人民币，太厉害了，厉害吧？我们那个时候就说万元户，那都是很少见的呢。而且老林也很厉害，让他这个儿子去卖烧鹅而且还第一个不用开铺子，第二个就摆摊也不需要交摊位费，那没有租金都。对，怎么个不用呢？他弄个自行车，一边弄2个大铁桶，所以这个烧鹅做好了之后，在铁桶里一放，到了那个边一站，到了那个菜市场旁边，他还不占别人的位子，在那一放，拿出个切菜盘来，你要多少我给你砍，就给你卖了。所以他那个卷进闻名1、2个小时，这50只烧鹅一定会卖光，连个鹅头都留不下，就生意这么好，羡慕吧对呀，这真是有好手艺哈。对，但接下来呢，有一天来事儿了，老林呢想方设法找我，告诉我怎么回事呢？他的女儿现在这与人家卖烧鹅小林没关系对，就是老林的亲生女儿，怀宝宝了，好事儿啊，就找我呀，怀了宝宝找我干嘛？说医生一查这个脐带缠脖子，哎呦，危险，脐带缠颈危险，而且也是和前面这个案例很类似，这个孩子本来就很难怀孕，结婚3年以后，好不容易怀孕了，有一个怀了孕，就是脐带缠颈，那个孩子胎死腹中，哎呦，太伤，几个月之后，这孩子等于自己勒死自己了，哎呦，亲娘的脐带把孩子给勒死，哎呦，最后就没心跳了，只能做流产手术，是，做流产手术更难怀孕了，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第5年了，来到了，就是好不容易怀孕，又脐带绕颈了，对，
哎呀，那可得找师傅。对，就是说，我就说这老林好事儿不找师傅，都是遇到困难了才会找师傅。啊，那好在胎儿还好，对吧？当时，啊，那师傅怎么帮他呢？我帮他容易啊，我用的是功夫啊，哎，我到晚上之后静坐下来，进入禅境，帮他小孩这个能量就散开就可以了。哦，散开之后，我就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对，我就给老林发信息，你再检查一下怎么样？是，老林就通知医院，医院说的你要那个要照这些透。我不知道是透视叫什么之类的，超声波哈，对，再等2个小时才行哈。那个医生都下班了嘛哈。哎，等好几个小时之后一查，哎，脐带就散开了。哦，没事了。好，李那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哎，太高兴了之后就请我去他们家了哈。哎，给我。师傅也不吃烧鹅呀，拿什么来孝敬师傅啊？他的孩子卖烧鹅哈，是在他老家卖。哦，哎，老林的工作呢，在广州水产公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上班。我去了他家呢，他就是以茶来接待师傅。那挺好。哎，我就看他做功夫茶，好玩哈。哎，想听吗？有点啰嗦哈。听。后来怎么样着？我才开始，哎呀，这老林怎么喝茶的？特别气人。那么大，像个大苹果似的小铜茶壶。把他那个功夫茶哈，就是铁观音，他家乡出的，塞得满满的，还压瓷实了。压瓷实之后才往里加水。加了水之后，在炉子上再煮15分钟。哎，完了之后，师傅第一次到家来，敬茶3杯。这3杯太简单了。他那个杯特别小，是吧？特别小的小白酒杯。对。小小的小白酒杯。这3杯茶也不是3杯酒。小意思，我就喝了。我一个到嘴里，怎么这么苦啊？苦死人，比中药都苦。但是这东西人家敬茶来了，我得懂礼貌啊。是。多苦也得喝了啊！我咧着嘴啊，就喝了3杯。喝完之后我就喝醉了。醉了。对。醉了什么感受啊？你想不到喝茶能喝醉人啊！对呀。头昏眼花，想呕吐。哎呦，真的啊！我说老林，你给我下药了，这是怎么了？老林就笑着拍手，说师傅的功力也扛不住我3杯茶呀！哈，你这老林的小子，说的时候头昏眼花，只想吐，确实没吐出来。睡了2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啊！哎呦，他那茶也太厉害了！我是朝上人招待你喝茶，你可得问清楚了。那他们自己喝没事儿是吧？他一天喝2壶。我的天哪！他这生怕他不苦。他也说那个话说听不懂，你咋回甘了？怎么回甘了？最后他写出来回甘甘字儿，最后可不是吗？到后来就感觉咽喉里头半个下午这个咽喉里头这种特别通畅、冒着凉气儿的甘甜。这是他的回甘但是付出代价，对呀，这也有点大。对，好玩吧这老林，然后他还掉了个牙，一笑看着我醉成那样子，他就笑得特别开心下次我敬1杯就好了好，这是他这个事儿。救了他的女儿。还没有呢。这个时候可能是我是7、8个月的时候，还不到生产期结果到了生产期。又来了，进产房，就是要接生了，对，然后半天出不来呢，医生说多个心眼查一下吧，是不是又缠住了？就立刻一查说又缠住了，师傅你得帮忙。当时给我打电话，哎呀，帮忙，我正在忙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坐在车上干嘛？我就停下来，用功夫给他解。半个小时以后就解开了又就解开了，宝宝顺利的出生。哎呦，谢天谢地！哎呀，这回可别敬3杯茶了。那高兴坏了那这他反正他没法言语了吧，就高兴的不可思议对。生这个孩子2次给他解开哎呦，师傅真是他们家大恩人。还好有师傅，不然真的是。我还有个问题这个小林不就是养子嘛对呀。后来小林生没生孩子呀？问得好。不问我还忘了小林
这个他挣这么多钱哈，对呀，四处的媒婆啊都给他介绍对象，对，真找着了，虽然笨，挣钱多呀，对呀，哎，条件好，对，找了一个还挺漂亮的姑娘，但是小林，就人家姑娘结婚3年哈，结婚3年一点动静都没有，就是没有怀孕的气息，这个夫妻俩就到了妇产科看医生吧，对，到了医生，2个人都同时检查身体，说这个男孩哈，这个小林没有生育能力。哟，那他们家不就没法传宗接代了吗？所以这事儿闹的，哎呀，也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对，哎，老林说能不能请我帮忙？我还真给他帮忙。师傅了。但是我帮忙的时候，我是到了晚上做工的时候，我就进入坛境，就看，老林家看小林的综合状况。对。哎，那告诉我的就是我看到的画面哈，就是很血腥的，遍地血红，一只的死鸭子死鹅，啊，杀业太重，因此连他的精子从此也杀光了。哎呦我天！所以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了生育能力，你杀掉太多的东西了，以杀为乐呀。哎，那师傅，那又有个问题，那他女儿那个胎儿那个绕脖子，是不是也跟这个杀业有关系呢？就是。哎呦！我那个后来见了面，给老林说呀，但老林也说，师傅你给我看看，是吧？你帮了他，他为什么怎么都缠脖子呀？那你杀鹅的时候是不是用刀抹脖子呀？对呀。他说是哦。对呀，那你一天杀多少只？50只，对不对？你这已经杀多少年了，对不对？对不对？几千只、上万只都杀了呀。你才几个宝宝呀？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只是说这是个巧合哈。当时我也说的时候，我也这么说。我说老林呢，这也许是个巧合。也许说你告诉了我，你家庭里你家小林啊，读书不怎么样，最后为了找出路，奶奶好心为了帮孩子谋生，说咱家有祖传的做烧鹅的这个手艺。对。奶奶传给你，保证你有饭吃，是吧？为了谋生，这不是罪过，但是可是最后出现这么一个结果，我真去帮他，但是在我所知道没有帮成，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杀业已经做成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只准普通传法。那你也说了宗教啊，你要烧香啊，去点灯那都没有，不敢啦。你在当时那个时候你要这么弄，又说是封建迷信违法呀，对不对？你本来是传法就是踩到红线上走的，就更得说违法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些供灯啊，做功德项目，不敢说呀。你也敢说的话，做不了功德，把你抓进监狱了，这不行。是。所以当时的政治状态就是这样嘛。所以没办法。所以眼睁睁的救不了他，所以这个老林家的小林，反正在我后来所知道的，一直没有生育。那只能再找个养子。后来他就慢慢老了呀，再后来就失去联络了。是。对，大概是这样的。哎呦，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菩提禅堂哈，我们大大方方的去供佛、礼佛、做功德，对，各种供灯也好，做义工也好，哈，供养也好，对我非常感恩师父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平台，这么多的方法啊，所以就是有这种，已经成为事实的这样祖上的业力哈形成的。也没关系，咱们后代还是能够求佛菩萨，对，还是可以再求化解。对，经常会有这个看似难过的关哈，各种看似绝症的东西，甚至医生都已经批判为绝症，没法救。对，还是经过佛力加持之后哈，得到一个惊人的一个结果。对，然后医生就说这是医学的奇迹呀。对，医生就这么说是什么医学奇迹啊？没法解释。有些人连药都没有，奇迹什么呀？对不对？不是医学的奇迹，是佛学的奇迹。对，是这样的。是功德的奇迹啊！对，这功德来自于佛嘛。对，佛菩萨的加持。对。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这一位哈，他是哪个禅堂？槟城禅堂。槟城的哈，荣运师姐哈，就有这么一个吉祥的这么一个喜事哈。对，对，他就是非常真诚的供灯，他自己也在禅堂也是做义工的，对，真好。这个真好，尤其是实际自己要亲自去到禅堂做义工，是的，他就顺利做成了奶奶。对，你的小孙子多好呀，真是之乐啊！是。好，师傅呢，我们也送给他们一份礼物吧。好，好。好，我们先给那个小孙子哈，师姐的小孙子呢哈，看看这是啥？八宝灵珠。八宝灵珠哈。太有福了！这是我们亲手做的哈。太有福了。对，这上有辟邪的药物哈。太好了。再一饼普洱茶哈。能够喝了之后呢，养生啊。这个一顺百顺，健康长寿哈！收到，太好了，一家人都吉祥啊！给这个媳妇呢，这个你看什么石啊？青金石，颜色这么正哈！哎呀，真的，青金石哈，清净，这么亮，得清净、健康、智慧哈！所以这些宝物呢，我们希望这个荣运师姐呢，全家如意吉祥。收到，健康长寿，收到。那个小孙子健康成长，收到。感恩师傅。哇，太棒了。那师傅说到这个家族业力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 Joanna， 从美国硅谷禅堂也给我们写来他的故事。好。他说呢，他的先生的原生家庭非常不幸，他的母亲在36岁的时候因车祸横死，然后先生的弟弟呢23岁也因为造成了一起车祸，后来就非常的内疚，抑郁而自杀了。然后先生呢，他的爸爸、他的妹妹都被诊断过忧郁症，好像全家都被抑郁的阴影笼罩。虽然那时候呢，这位 Joanna 师姐也知道先生家里的情况，但是她觉得，跟我们就是跟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曾想过呢，就是结婚之后打击一个接着一个的来。他们是2005年结婚，2007年女儿出生，那没想到呢，女儿刚出生呢，先生就被公司裁员了。当时候先生也说他也没有特别急着想找一个新的工作，而是决定呢去开始投资房地产，因为想说呢能够买了房子出租出去就财富自由了嘛，所以这个先生就先后买了5套房子，但是没想到呢，就是他刚买好这5套房子，结果隔年2008年经济危机。然后房价大跌，他们所有的房子都保不住，连自己原本住的房子都被银行收了回去。对，只有这个 Joanna 师姐一个人的工资苦苦的支撑着。在那么巨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压力之下呢，先生的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了。他开始出现严重的过敏，不停的咳嗽，还咳到肋骨疼，而且又抑郁失眠，甚至呢走到自杀的边缘。那他们两夫妻关系也变得非常的僵，就是一直争吵不断，互相抱怨。那 Joanna 就想，怎么我嫁了这个先生后这么倒霉啊？然后和他一刀两断的这个念头时常都在脑海里徘徊，以为这样呢就能一了百了了。那这样的日子呢，就是过了6、7年，直到2013年的时候 ，Joanna 她有幸就是走进了菩提，跟随师父学习，她才了解到这个道理，说先生原生家庭的不幸和他们这几年的不顺，其实都是业力造成的。那上一代的不幸又继续困扰着他们全家，在业力面前束手无策，他只能按照师父说的，不断的为家里一家3口和他们的冤亲债主、祖先念佛点灯做功德。到了2013年的药师佛圣诞，师父亲自为所有的有缘人在佛前点灯，去除病痛。那 Joanna 这时也赶快给先生报名点了这个灯嘛。那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点灯之后呢，他是这么的形容的哈，点灯后的第2天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在睡得半梦半醒之间，
Joanna 就看到师父随着一阵大风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床边，举手为他们加持。当时就觉得狂风大作，黑暗中呢，全身好像通了电，不停地颤动。大风和电击持续了好久好久。那可是呢，在加持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他的先生就告诉他说：“诶，我感觉呢，就是全身轻松了好多呢，而且这个过敏啊、咳嗽啊、胸部疼痛的这些症状完全就没有了。” Joanna 听到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就不敢相信有那么神奇的事情。从此呢，先生身体也开始好转了起来，他开始比较正面积极，开始锻炼身体呀，还成功减肥了20多磅。焕然一新的他又迎来了另外一个大大的惊喜。到了2014年2月，佛菩萨又给他送来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当时候先生其实没有开始找工作，但是一位过去的老同事呢，在一个硅谷最著名的一个大公司做主管，然后同事的部门正好有个空缺，这个同事就联系到 Joanna 的先生，让他给他安排了一个面试。那第一次他参加面试的时候没有通过，那这个同事很好，又给他安排第2次面试，他就通过了，成功拿到了这个大公司的这个一个好的工作。要想啊，这时候他先生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已经有7年没有工作了。就是在这个硅谷这个科技那么发达，然后又一直不断改变的这种环境中呢，他7年后还找到了这个大公司那么好的一个工作，他觉得真是个奇迹啊。然后就是他们一家那么受益啊。再说回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的个性呢 ，Joanna 形容跟他的爸爸在 Joanna 的先生就差不多，女儿也有一点忧郁的这种倾向，从小呢性格比较孤僻。那他女儿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疫情，只能在家里上网课，那整天待在房里呢，不说话，也不怎么吃饭。没有什么特别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朋友，那一整天都是闷闷不乐，也没有地方去排解情绪，心里那个 Joanna 看了心里很着急，那只能不断的给他点灯做功德。那就是到了女儿高1的那一年呢，很有幸当年师父有给有缘人就是看面相嘛，我们有一些直播也有播出这样的内容哈。然后他的女儿呢很有幸的被抽中，那师父给他看了面相呢，还指导他未来发展的方向，还亲自为女儿点了灯。那从此之后呢，那女儿就开始开朗了非常多还加入了好几个学校的社团，交了很多新的朋友。那大考之前呢，女儿但凡有生病啊或者烦躁的时候，这位妈妈都会为她供灯念佛让她佩戴师父的吉祥法物。那好几次都帮她顺利过关，女儿拿到全 A 的好成绩。那在师父一次次的加持和祝福下，今年女儿还顺利考入了纽约大学的传媒专业，是女儿的第1志愿。她高兴的哭了好几次，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奇迹，赶快去给师父磕头。所以 Joanna 说非常非常感恩师父佛菩萨一次次的加持和祝福，修补祖先带来的业力，让他们全家一步步的走出困境，找回了健康、快乐和希望。哇，这也是救了他全家呀！是，对，这真的是，哎呀，是不是？我首先我得先提一个问题哈，我听到以后就很惊讶啊。他这个Joanna他自己描述嘛，他说那天半睡半醒之间呢，说师父随着一阵大风来到了他们的那个床边，然后举手为他们加持，然后他还感受到狂风大作。师父，难道您晚上要帮人家这样加持，还得随着一阵大风去吗？平时我看师父给人加持都挺平静、挺轻松的呀。是。这他描述的是真的吗？他如果说谎，就没必要讲这个故事了。他的情况我了解的。这是个真实的。但是多数人就是在，比如类似于梦中对，就被我加持的时候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我真没听过这样，对，很少的对，但是他家的情况不同。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特殊的状态下的时候，是，他就这种特殊状态，也可能这种状态是超越于我们正常这个肉体状态。
所以要想一次对他加持有效的话，其实就是来的一下，等于做了好几件事儿。比如他先生那个情况，对，首先我认为是，因为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症呢？忧郁啊，症还想自杀呢。而且全家忧郁，都尤其是真要想自杀的时候，你知道通常是什么原因吗？邪气上身。就是有那中邪，应该说确切说就邪灵，一些邪魔上身了，对去带着他去死。对，所以人不可以总是在一种阴暗的、不见天日的，也不运动、也不交朋友的这种状态。是，比如说你失业了，受点打击，或者年轻人失恋了，受过打击对哈。投资失败了，受到打对击。各种这些打击之后呢，就通常有些人就是受伤比较重的话哈。对，哎，所以我为什么用受伤比较重的话？他受的那个伤主要体现在哪个地方呢？脑袋神经。脑神经。脑神经就坏了。脑神经坏了之后，哎，还有这个受打击的这个时候呢，也叫受伤，对不对？其实你的真的能量就一下被击散了。就是这个坏消息给你带来的这个打击，实际上能量一下就丧失的失尽了。对，比如说一个人哈，比如说正在长跑，每天长跑哈，现在他没有发病，可是突然接到，比如说老伴打了个电话，说你的儿子，出事儿了。轿车撞死了，轿车撞死了，那这个爸爸正在看似很健康的这个爸爸会怎么样呢？瘫倒在地。就立刻就跑到去医院吗？不会的，立刻一下能量就失尽了哈，对，就失去了，失尽就是消失了，就是是，站的力气都没有，对，可能就瘫倒在地。瘫倒在地，甚至对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是的，而你再看他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萎缩的，他的姿态是萎缩的，对对他的眼神也是回避人的，这没有能量。真的真的。当你处在没有能量的时候，哈，有时候那个邪灵就来了。哦，趁虚而入。对，我们从这个现象上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哦趁你没有能量，他才来了。哦，你也趁抵抗不了。尤其是你的精神受到打击的时候，精神受打击的时候，哈，叫做六神无主。为什么叫六神无主呢？你主要那个魂魄就出去了。就你身体太虚弱，hold 不住你那个魂魄，所以魂魄自己就出去了。魂魄在那一溜达，头脑空了一部分，对空了一个洞。这个空洞正是有些邪灵想住的地方，他就钻进来了。他借你的身体来修炼它。邪灵是要修炼的，在不是人类的邪灵哈，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变化成人身，变化成人形，对，是这样的。但它变成人形，他希望咱能变化成不同的形。就像有点《西游记》，你要练36遍还是72遍，就是这样子。他达到那个程度才能成仙。这个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对，所以呢，在你的这个大脑精神空缺的时候，邪灵就会侵入进来。对，所以你去死去自杀，这更是这个邪灵所操作，带着你走。这样你死的时候，他把你的精气神全部吞光了，精气神吞光它。他就长他的那个能力了。对，在《西游记》中吃唐僧肉这些妖怪也是希望是获得唐三藏的精气神，对不对？让我来取代你，我还是我，但是我把你的能量全部吸收成是我自己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位师兄呢，失业的师兄呢，硅谷的，当他被失业之后，他精神上受不了，本来就个性就比较偏内向。对对，一受这个打击，门也不出了，每天的抹眼泪，哼哼唧唧就哭又闹的哈。对，完了之后呢，其实他这个打击是脑受伤，脑受伤呢使他精气神要全部失掉了，之后呢邪灵就进来了。所以我过去在帮他的时候呢，是把那个邪灵先赶走。那邪灵也是有本事的，他也不想走啊。对你的本事太轻了之后，你轻轻去劝说他，给他念经没有用，所以用很强的能量，一下就把他打走。这个打走呢，但是这个师姐呢，感受到的是一股强烈的大风，
甚至有过电的感觉，甚至自己身体都在震动颤抖。可能，所以我对每个帮的人，他是用的功夫能量不一样。所以对他这个情况，尤其是驱赶邪灵，可能还不止一个，所以用的能量大，他才感觉有狂风大作的感觉。所以师姐感受到的都是师父这个巨大的能量，应该是来了一个大加持。对，哇，太好了！所以他师兄第二天早上起来神清气爽，也没有疼啦，什么那个轻松啦，什么什么的，对吧？咳嗽啊，什么都好了。你看，他又回归原来的他了。对，所以我帮不同的人用的功夫能量不一样。哇，太感恩师父了！这我们听了就跟《西游记》差不多哎。他就是《西游记》。真的。但是我也替网友问个问题哈，我们就是这邪灵入侵的那么危险，我们怎么能避免这样的情况？这个太多方法了，也太多内容哈。你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比如说你失婚了、失恋了、失业了等等的，对不对？这个消息来的时候，你已经被打击到的能量就是已经都散掉了，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先要获得这个能量，补充身体啊。那首先最好的方法就是来修炼。对。那么没有时间修炼，或者没有能力修炼也没关系，你在佛前供灯啊，到我们的网上来做功德去供灯，补充一些正能量，补充综合的很温和的正能量，对不对？那如果在第三个的话，如果你有机会，最好到禅堂来做义工，亲自来修炼加服务，这个能量恢复的就比较快，对，甚至在1年以内超过你过去出问题之前的这个身体。就是变得更健康，能量更充足。对，你要做这个修行和功德。对。再第4种呢，再带些护身符啥的。对，就是这样。对，这个护身符这些也要常带，还有就是家里也要供奉那一些愤怒像的啦，或者是佛菩萨对，让你把家里这个能量场也是要提升起来，让邪灵不敢来。没错。所以邪灵来的时候，你家里的那个气息对，是比较阴的，就阴气重一点的气息通常就是不好的东西，很容易邪灵就喜欢这个地方，叫阴暗的地方。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再嘱咐一点呢，像咱们这个，因为这个清明刚刚过去1天对这个上次我们就讲到了，你这个阴宅就是坟地这一块坟地墓地上，你比如说青苔过多，还有呢，那这种绿色的藤蔓是吧？这个坟或者是墓碑都缠绕了或遮蔽了的话，这是要倒大霉的。它是阻挡的能量，可能会断后呀。对，否则非常麻烦，最轻的脑神经都会出问题的。对，所以你要把这些都要除掉。就阴气过盛了，所以那你的居住的这个房子呢，就是阳宅呢，更是这样的，也要你要检查，如果不懂，请那些专业师傅来看，你这里阴气重不重，还有要看你家不朝阳面的那个地方上有没有很多青苔，青绿色的那些，也是肉眼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的。绿色或者成片成片的发黑的地板砖，那个很滑的。发黑的地板砖，你一踩就很滑。那个东西就是青苔。那个青苔就阴气重才长。对，它喜欢水多的地方。就是水多的地方，不见阳光的嘛。不见光的地方。对，那如果这个部分变成人体上呢，就是那个霉菌。霉菌多了，让身体都会变坏对，甚至是导致。产生恶性肿瘤或者死亡所以那一定要除这个阴气他家里的阴气、坟上的阴气呢，简单除的方法通常像盐，吃的盐盐，还有香苏打粉或者撒苏打粉，或者是苏打粉冲水，或者盐，把它用温水把它冲化了。冲化了之后去泼洒，在这些就是青苔比较重的这些地方，这样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它就不会再长出来。对，
这个部分也可以找更专业的人去看哈。还有一个就是撒这个，一个是有香料的除瘴气的，像咱们藏香粉，对哦拿2个大香炉在那点上它哈，大香粉熏这些阴的这些地方。要这样子哈。还有呢，撒这个柴火灰，最好是香灰。香灰这个是你像植物烧出来的这个灰，其实呢它是叫极阳的能量。你像植物烧的灰哈，在很多农民呢，为什么水稻杆最后烧掉，对，变成灰了之后，再撒到大地上哈，它就变成肥料。接下来你的粮食庄稼长得更好。对，对，它就把它变成一种新的一种物质了，能量就变强了。所以这个灰呢是极阳性的哈，撒在坟上啊，甚至是我们小时候的家乡哈，村里要有人去世死人了，生怕鬼魂跟着家来，就在自家大门上，像我妈他们就撒上烧火煮饭的那个柴火灰，挡在门前，是起作用的。对，就有点像那个孙悟空那个金箍棒画个圈儿一样，对吧？对，但是阴气的阴性的就进不来了。是，对，所以用这些东西哈，过去还用石灰的，还用白石灰的，那用法要小心一点哈。那要么涂了半天，你还得去把它刷掉哈。对，但是刷了这个白灰呢，无论刷在树身上。我记得在中国有很多树，是那个底下那1米多都刷的白灰嘛。对，那个白灰就是虫子防虫和底下那个青苔不往上长。对，是这样的哈。对，所以这个白灰也是除这些阴气的东西的哈。对，所以这个给大家稍稍这么交流一下这个部分哈。感恩师父。对，所以我们禅堂呢经常备着像藏香粉哈，那么还有盐啊。青盐呐、红盐呐，冲了之后，有些师兄姐们的开的车哈，他需要除一除阴气呀，比如借给人结婚啦，或者出个远门呐，或者上过坟呐，回来要清一清啊，清一清这个磁场，清一清这份气氛哈。所以到禅堂呢，得熏一熏，再喷一些盐水哈，再把这个咱的佛经再放到里头啊。对，让你这个车里头呢充满着吉祥的阳性的能量。对，还有我们的车挂。对，那这样的话呢，这种不好的出入平安，不好的这个邪气呢，就一定会被赶走的哈。对，你才开车是平安吉祥。对，要不然有很多人上完坟之后，等下山的时候就觉得车是失控的。对呀，我们不是发生过还倒着开，你说奇怪吧？鬼打墙一直开不离开那个地方。对，找不着路了。对，都有。是。就是阴性邪灵跟着了哈。对，所以这里有很多的讲究哈。所以今天给大家这样，借这个故事来给大家沟通一下哈。感恩师父，还有周安娜这个孩子呀哈，就是其实感觉因为他爸爸这个家里这个对忧郁症的这个家族病史是对有这个传统，那现在挺好的，因为马上要去上大学了哈，我也建议孩子就是一定身上要带着这个佛菩萨的吉祥卡，对，带着这个香啊这一些的哈，对，然后到了宿舍那边也是，宿舍里边也要放上大黑天呐、吉祥卡呀这一些哈，对，可以清理这个能量，然后自身也得到护佑，是在宿舍里呢，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呢，再点点沉香。对。别点太多哈，太呛的话，点点沉香。对。去邪气哈。是的。这个就非常好。对，这一些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是。对。然后卓安娜师姐也是要这孩子离家了哈，有什么你不放心的就继续点灯，让佛菩萨看着孩子引着正路哈，对，照亮他的前程，一定要点灯啊。对，恭喜卓安娜师姐哈，这个老公孩子哈，都很棒，家人得到师父的护佑，真是帮他们过了好多难关，万幸啊，万幸啊，真是也感恩师父，这家伙。帮他们去降魔捉妖啊！真是救了他们全家，真的。感恩师父。好的，那我们再给他们一份来自礼物的加持吧。好，这有一个金刚杵哈，看看谁来带哈。好。还有一个呢，你看这个是车磲的
啊，念珠一个念珠哈。平时呢，就可以戴在脖子上啊，或缠在手腕上都可以哈。对，这样加持过呢，就能够辟邪得吉祥哈。再送一顶帽子哈。哇哦，当然这个帽子这是纯棉布的，这可实用了，咱们简称为太阳帽哈。是又能挡下阳光又舒服，又舒服，还吉祥平安，是，并且可以把信用卡呀或一点零钱哈装到帽子里头，还有一个暗兜在里侧，它那个装的东西不容易掉出来哈，就在帽子里头藏着呢。师傅设计的都特别实用。这是我设计的，我设计东西呢就是要实用啊，对，所以戴这样的帽子特别的舒服哈，戴着舒服又吉祥哈。好，祝主安娜师姐呢，你们全家吉祥如意，收到，佛光普照，收到啊，孩子、老公全家得大智慧啊！收到，感恩师傅。那我们Joanna他们全家来自我们美国的硅谷禅堂。那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硅谷禅堂最近的一些活动跟共修。对，就是首先就是刚刚这图卡上的写的是下一个大活动是5月4号的这个欢乐春日游园会，刚好是结合我们浴佛节，就是硅谷禅堂给办的这个游园会。那游园会里有什么呢？就可以欢迎带你的亲朋好友来，因为有好多好吃好玩，还有一些游戏啊、小食摊、手工作坊等等的。然后因为那天也是庆祝浴佛节嘛，然后在禅堂也能浴佛啊、礼佛、许愿、金盆洗手这一些，特别吉祥、特别欢乐。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硅谷禅堂最近开了一个新的午间充电时光，这个午间共修。那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周边一些上班族，就是你下午有时间的时候，每周一到周五11点半到1点的时候就是午休时间嘛。对，午休时间就欢迎你们过来我们硅谷禅堂去充电。怎么充电呢？就是你可以来共修，有颂钵加持有打坐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禅修的方法然后帮助你放松，帮助你充电然后增加灵感，增加智慧同时还有免费的午餐，还有免费午餐，是哇！所以欢迎不仅肚子充电哈，这个精神也充电哈，是。对，所以欢迎就是在硅谷的地区的网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硅谷禅堂这个要钱不？没有，就不需要。还免费充电呢，免费哇，这么好啊！所以欢迎大家过来哈。上班族来到硅谷禅堂这样还让我们沾一沾这个佛光哈。对，不仅自己充电，这个运气都能变好哎，对，说不定都能加薪、提升、提职哈。是，对，我们硅谷禅堂的这个联系方式跟地址也打到屏幕上来。那硅谷禅堂除了这个新推出的午间充电时光的这个免费服务呢，那平时每天都会接待外面的这些来宾，像咨询解签能量加持禅修体验念佛祈福都是有的。尤其到周末周六下午，也可以带着亲朋好友孩子一起来有一个快乐周末。对，这可好玩了对，里面可以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特别活动例如包饺子做寿司哎呦，都是吃的是自己动手欢欢乐乐，还唱歌跳舞，对不对？是很好。对，我们禅修就带给大家身心灵的健康快乐嘛，对，减压放松，还得到佛光的加持。好的，咱们很多网友他们在听我们聊天的时候呢，也会贴出来了这一段的一些很特别神奇的一些感应和故事可以有选择性的读几个吧好的，对，因为也是清明刚过嘛好多网友也是感恩师父就这一段时间的指导，然后他们也在分享。像这个金潭炫他说：“师父好，去年朋友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说，他父亲突然往生了，在葬礼上呢，他们烧的香火突然熄灭了，然后哥哥的脚也划伤了。葬礼结束后呢，哥哥突然精神异常，少气无力，找人看了后呢，说父亲要把这个唯一的儿子带走。
那我的朋友非常着急，我一边安慰朋友，一边赶紧在菩提网站上给他父亲供超荐灯，也念佛回向。没几天，朋友的哥哥就恢复正常了。感恩佛菩萨师父的慈悲加持护佑。这个多惊险啊！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哎呦，对，尤其是在这个父亲葬礼上哈，他的亲儿子对，突然之间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哈，就是甚至感受到这个父亲要把他带走的话，这个太危险了。对，对，他已经都出现异常了，那这生命危险了都带到半路了，等于哈，对我们又给就是拉回来了。是。哎呦，太感恩师父了。就是如果有亲人往生哈，其实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亲人就是给你，不管是直白的传达讯息，还是跟你说的哈，说想让你一起走的话，可千万要小心，赶快想方设法做一些方法。那么最重要的方法，来到我们禅堂呢，你尽量去点最大的灯。就像那个药师佛所说的哈，如果点7色灯，点7749盏，而并且那个灯哈大如车轮一般的莲花，这个才好呢哈。因为是救命哈。所以当你的亲人出现，往生的亲人出现，在梦中要带你走的话，对，这就是来要命来的。真的，千万要保命要紧呐，对，是很危险的。这个真的很危险。对，我们还有这个香波网友哈，他说4月1日的时候我回到爸妈家，妈妈一见到我就说爸爸一直在睡觉。回家后我看到爸爸确实整天就会躺在床上，我让他帮我采些辣椒带来禅堂，他采完了又继续睡。我觉得这不太对劲，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有几个月了，只是这一次感觉会比较严重一些。然后我隔天在来禅堂的路上呢，打电话就问他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梦啊？爸爸一开始还不愿怎么讲，后来才说梦到他的养母往生，就是其实他的这个养母他是过世多年了嘛，他就是今年嘛，爸爸就梦见了他，然后他马上就告诉爸爸说这个奶奶她需要他做功德，那爸爸就请我帮这个奶奶点49天的灯。我也为爸爸点了一盏灯，回献给他的累世仇人。隔天呢，爸爸这个精气神就明显好了很多，就感恩师父加持，感恩菩提供灯。也感恩师父开示，让我明白做功德非常重要。这个也是哈，天哪！对，还有一个这个吉祥光分享，他说师父好。我95岁的姥姥去年过世了，妈妈为姥姥供了49天的灯。几天后呢，妈妈在静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画面，姥姥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宝宝，头顶上空不远处还有一个很大的伞盖，很平静祥和的那样。姥姥一定去了极乐世界，感恩佛菩萨和师父的加持。师父他这个梦感觉还行吗？还挺好的啊，挺好的哈，真是。还有这个竹子网友说这也挺惊险的。他说师父好，2周前92岁的外婆突然感到头晕不适，妈妈就提醒我因为清明期间嘛，就要为她的冤亲债主在菩提学院供灯。然后当天晚上呢，他就立即到我们学院网上为他的这个外婆去供灯，还在外婆的房间就播放师父的加持音乐。那真的就是那个有危险发生后，半小时后，外婆起夜上厕所的时候意外的跌倒，四面朝天，头撞小凳，左胯剧痛无法起身。但他竟然能靠双手挪到马桶，如厕后居然自己站起来走回房间，而且隔天早上无痛无晕，如常生活。我深知这个是佛菩萨的慈悲加持，供灯还有供灯的功德护佑，让大劫化小，小劫化无，感恩不尽。真是真是好，咱们也会给留言的网友呢，会联络邮寄特别的礼物，好吧？好啊，好，是，感恩师父。所以人与这个祖宗灵魂之间人与神佛之间，其实都能产生联络的无非就是真诚，还要懂道理、懂事该孝敬的孝敬
啊，该纪念的纪念，但是有些往生的人不可以过多的纪念，这也要注意这一点，好吧？对，过多纪念呢，就可能会让自己不健康，因为毕竟是阴阳两隔的世界啊，在那个世界来说，对我们是不适应的哈，接触多了容易得病啊。但是佛菩萨的光芒呢，可以多接触哈，因为给你带来的正能量啊，阳光的、喜悦的啊，这个升华的啊，是带有生命中的希望和能量的，哎，这样的能量多接触啊，对，哎，给我们带来很正面的东西。好的，是。好的，就差不多了哈。对，今天讲到整个这个主题就是佛力加持哈。那我们做功德非常真诚呢，就一定能够得到佛力的加持。那一定。对，其中有一个很好的功德的平台呢，就是赞助我们的语数房。这样呢就能够支持哈师父跟菩提道场在网络上去弘法啊，帮到好多好多的人。这样呢，我们的功德也通过网络哈给扩大到无数倍哈，所以是功德巨大的。所以欢迎大家呢到这个语数房呢做这种弘法的赞助啊，哎，为自己积累一份功德啊。那也想请师父为已经做出这样功德赞助的这些朋友们哈啊，也给予加持和祝福啊，一定的哈。祝福所有的赞助者、支持者哈，我们的铁粉、金粉们哈。祝你们健康长寿，如意吉祥，收到，事事顺心顺意，收到，啊，幸福快乐，收到，佛光普照，收到，感恩师父，那我们说一下下一次直播的预告，时间呢是北美温哥华2025年4月11号和12号，我们连续有2天哈，晚上6点钟连续2天有直播。那亚洲台北时间是4月的12号跟13号早上9点钟啊，连续2天，到时候会有大惊喜哈。现在我们先不剧透，先不说，哎，真的是有个大惊喜等着大家的。是好，大家到时候下一个直播哈，再见了哈，谢谢大家，感恩师父。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